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新闻，让大家会心一笑。这个是美国的网站啊，近日呢发布了2026全球的空军力量排名。那前几名啊，除了美国的4大军种，还有俄罗斯空天军包揽了前5名之外呢，印度的空军竟然是领先了中国的空军哦。那这个排名呢，印度的媒体也注意到了哦，所以他说啊，为什么印度能够领先中国呢？说为什么中国专家会强烈否认这个结论呢？是因为啊，我们有无与伦比的作战多样性。好，他的说法呢是说，印度的飞行员常常在那个严酷的什么喜马拉雅山的环境啊来执行任务，还有印度洋来进行大规模巡逻。好，就你印度的山最高，你的海最广，哈，能够超越中国，我们也是给他拍拍手啦。但是印度的这种精神，这种打鸡血的态度呢，最近日本应该是领教的最多了。来看到呢，这个日本的前法相啊，他在 X 上面发文称啊，日本参与的印度高速铁路计划不顺利，很多呢都是印方的原因。好，甚至还说了，就是在国际会议啊，还有谈判场合啊，都出现了印度人不断的反反复复的离谱作风。好，但是对此呢，印度外交部说，没有啊，这跟事实相去甚远啊，日印之间的磋商进展顺利。这跟这个前法相的说法是差很大，因为前法相就直接说啦，说印度根本就不守承诺啊，而且呢提到了负责该项目的部长很糟糕，这代表什么？难道日印的兄妹情现在这么快就尴尬了吗？那对此啊，印方的发言人也在记者会上面表示啊，说这个建设工程正在迅速的推进，明年将会实现部分的开通。强调这个计划很顺利啦。但是呢，对于前法相的这个说法的离谱的这个内容，还有部长的评价等等呢，都没有提及到。好，所以你现在日本啊，你知道为什么美国把印太改成太平洋了吧？好，那反观来中国呢？中国现在呢是一直在塑造自己就是全球伙伴的一个最好的示范。好，所以来看到啊，泰国啊现在呢也跟中国站在一块了吗？习近平7月17号在上海会见了泰国总理时指出，中国一直是泰国可以信赖的、可靠的战略伙伴。那泰国总理这一次访问大陆呢，是为了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行正式访问。而且啊，他抵达成都之后呢，也要继续访华行程。来看到啊，这是阿努提他就任泰国总理之后呢，首次的正式访华。而且啊，他17日的时候在中国访问的时候呢，他还在社交媒体上面特别用中文发言哦，说中泰一家亲。中国上海中国，甚至他在成都出行论坛的时候，也特别狂飙中文。来听他讲中文。加油泰国，加油四川，加油中国，加油好朋友。好，所以他这一趟啊，就是根本就变成了一个大型的认亲现场了嘛。另外呢，他也说啦，说他们要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泰国政府要扮演一个门户的角色，为希望进入中国市场还有全球市场的企业创造更多的机会。好，那泰国看完了，现在来看柬埔寨。柬埔寨跟中国的关系本来就不错嘛。那现在呢，他们也是说啊，要这个直逼高雄能源命脉，解放军要把这座岛呢转职成攻台的双角色。好，来看到呢，这个柬埔寨首相呢就说啊，说检方呢一定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展开基础设施等等的重大项目合作。那么习近平也说了，说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而且现在呢，柬埔寨的国家航空呢也宣布啊，要去购买20架中国产的C909飞机柬埔寨国家航空就发文宣布啦，说啊，要在17号上海呢正式签署要买20架的C909飞机采购协议。这个签约啊，就标志着柬国航呢成为了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C909飞机的
外国载旗航司，所以呢，看见中国用实际的利益去换取这个伙伴关系，反过头来，日本企业如果参与了这个高铁。印度高铁营运的，应该看了之后是心有一点寒吧？我们先来请教介大使。这个印度跟日本的这个高铁啊，这个从开始签约到开始施工到现在都很不顺利。那这个中间主要2个关键啊，一个关键就是在土地征收的过程中啊，土地价格不断的调涨，所以就是施工的这个日本的单位还有印度的政府都觉得很头痛，因为这个成本就很难掌控。这个案子日本已经低利贷款给这个印度80亿美元。可是问题就是说，你如果土地征收价格不断的提高的话，那经费原定的经费一定不敷使用。第二个就是它的那个号志系统，那基本上这个印度希望号志系统啊能够采取它的国产的这些系统，那跟日本的这个新干线系统就有一个相容的问题。那因为号志是有关这个交通安全、整个营运安全很重要的部分，这方面双方的这个沟通显然不是很顺利。所以这个案子是2015年就开始怎么样，就正式签约了。2017年就是正式开始建设，到现在也已经快10年了。可是呢，508公里的这一条高速铁路到现在还没有办法通车，已经开工了8年了，不能够通车。所以呢，现在大家就在推责任了。日本的前这个法相的话，当然是谈契约的啦。对，他叫木原秀树，他提出一个结论说，今天这条高铁搞成这个样子啊，100%要由印度方面负责。那印度方面就出来缓颊说，没有那么糟糕哈。那么好，现在呢，这个事情很快就可以很快就可以第一辆列车就可以出来了。所以事实上，印度也不愿意好面子，也不愿意把这个事情讲得太难听。可是到底什么时候第一班列车能够开出去？8年过去了，还是遥遥无期的感觉。我想就是说，日本人事实上他们在海外合作的经验也不是很多。你像这个新干线，他们跟越南谈到最后就变成瘫痪了，因为日本人做事他们是怎么样，要照日本人的方式去做事。那日本人是比较怎么讲呢？认真一点吧。那印度人那是怎么样？那是狡猾的圆滑的，跟怎么讲？跟那个什么那个铁杆上浇水一样，没有人能抓得住的。所以呢，这个跟印度合作，这次日本我觉得感觉上吃尽了苦头啊，才会搞成这样子。不过比较尴尬的就是说，前一阵子就前个月吧，高市早苗到印度去访问的时候，他还说这个莫迪他称我为很漂亮的妹妹。对，那结果莫迪说，我只是说她是我妹妹，那个形容词好像没有。所以这个兄妹国呢，现在为了一条铁路，搞不好要吵架了。所以现在日本跟印度被发现是塑料兄妹情了吗？我们请教宾客。这个印度人觉得他空军战力好就好吧，反正我觉得这个东西不需要去问中国，当然你去问一下巴基斯坦因为你们去年不是才跟巴基斯坦较量过一次嘛？你看看巴基斯坦认为印度空军强还是弱，我想中国就不用参与这个游戏。那只是印度这个高铁，它本来2023年就要通车了，现在已经2026。那其实为什么会发展成这个状况，就是印度那个习惯性的那一套又来了。日本人低利贷款给他，结果呢，他讯号系统要用欧洲西门子，他不用日本的。然后呢，这个车厢他现在想用自己国产的，那让日本人根本赚不到钱。然后你把日本人当盘子啊，那日本人当然不爽。所以我觉得印度每一次都要来这一招。印度自己的军队也是这样乱搞，也是东买一个西买一个，然后搞得万国牌，然后就后勤麻烦那个要死。这就是印度人啊。什么东西都是抢短线啊！那现在他这个通车，印度人是说他明年就要通车，部分通车，那能不能达成呢？不知道。那实际上，如果按照日本现在这样规划，最快可能要到2030年以后才会通车，那就看他的运气吧。那这个阿努廷去中国大陆，其实
本来就可以预期到一定会相当受欢迎，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因为阿努廷根本就是中国人，因为他的祖先是1920年才从中国大陆跑到泰国去发展，而且在泰国当地成为富商，然后就是他们家一直以来其实也只跟中国人通婚，所以他是纯种的中国人，还不是那种混血的。他在家里头讲什么你知道？讲粤语，所以实际上他就是道地的中国人，只是在泰国长大，在泰国从政，然后在泰国经商，所以他的中文名字叫陈锡尧，所以他根本就是中国人啊。所以我相信中国大陆这次对他回去是会有很盛大的接待，那一定会给他很多的这个礼物。那我相信对中泰之间的发展当然会这个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实际上，泰国历代的总理好几个都是中国人，那因为泰国跟中国的关系本来就很深，甚至泰王家族本身也有中国的血统，所以我觉得这个都不奇怪。所以中泰之间的发展会越来越紧密。那跟柬埔寨最近这几年看起来也是分分合合。那柬埔寨现在红马内再次造访，那我相信他也想要寻求中国大陆更多的协助。那当然，柬埔寨就是属于一个比较多变的系统。那中国大陆跟他之间的合作，恐怕也是会看照整个局势的发展慢慢推动。好，那说到了这个印度的空军，有没有可能真的是超越中国空军呢？这就要请教专家了，请张延廷将军。我认为印度的空军是吹牛用的，为什么？因为印度的空军太复杂了，变成拼装车。它有俄罗斯的米格29，有俄罗斯的苏三洞，又有这个我们讲印度，这个像法国购买的幻象战机，还有标风战机啊，标风战机有人说是阵风战机，反正就是像法国买的，又有自己做的光辉战机，然后它的这个运输机啊，又有美国的，又有俄罗斯的，它这个系统太复杂了。那然后我们看了，它整个后勤都不相通，你不能说 F16的不是这个米格29，或者是跟那个幻象的这个轮胎都没办法互用，武器系统也不能互用，美制的或者是法国制的或者俄罗斯的，只能挂在自己的飞机上面，不能挂在其他的飞机。好，这个买的流星灰弹可不可以挂在这个苏海战机或者是米格战机？不能，这只能各系统独立，所以它的后勤呢很复杂。很复杂，你怎么样又不互通，所以他要在后勤维修管理都非常的不方便。然后直升机系统也是复杂，无人机买的是以色列系统，所以它整个管起来，光频谱管理，我认为都有问题，因为每个频谱都不一样。俄罗斯的频谱、美国的频谱、这个法国的频谱、自己做的频谱都不一样，所以他怎么去管，训练也会成问题。所以我认为他，比如说在去年的2025年的5月7号印巴空战，那巴基斯坦的空军跟中国大陆比起来又差一个档次，都把印度干掉，那5-0啊，那印度在这个方面更没办法经过这一方面的实战的验证，印度是输的。那当然，他可能印度我认为在政治上、在心理上，他要自我安慰，他比较会吹嘘，比较会自我抬举。但是这样子的自我安慰、自我满足，反而会造成印度空军或印度的军队，他的进步的这方面的包袱会重。为什么？他会自我安慰，自我安慰就不会检讨，不会检讨就不会进步。所以印度这一方面，我认为不是光是空军，它包含了印度的海军跟印度的陆军都会成为非常大的问题，会感觉到是关门自嗨。所以我认为它只有宣传效果，但是却没有实际战力的效果。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出在这边，但是靠一张嘴巴那就不行了，要靠实质的战力才能够在这个具体力量上做展现。另外，我们来看这个东南亚国家，包含泰国也好，柬埔寨也好，我认为慢慢呢，他们都会往中国大陆这关系会越来越密切，因为因为中南半岛跟中国大陆就是相邻相近。那华侨多，像泰国人口将近7000万，但是华侨就有将近1000万了，所以华人在社会在那个当地影响力非常。柬埔寨也是这样，柬埔寨人口大概700万，大概1000万，但是它这1000万人口有100多万是华侨，所以会影响到当地的经济、当地的政治。所以在这一方面，他们所能够发挥的影响力，可能因为人口比重在华侨在当地又掌握经济的状况之下，我认为他们慢慢会跟中国大陆在经贸上、在政治上
都会有一个更密切的互动。好，所以在印度还在精神胜利法的期间呢，东南亚各国已经抢着要搭中国的发展快速列车了。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来看到中东战事啊，现在美军呢是真的发狠了，之前在波斯湾摆出了大阵仗哦。海军呢在阿拉伯海集结林肯号还有布希号2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以及1艘搭载超过1000名陆战队员的2栖图形舰，甚至呢还部署了数百架的军用飞机在中东空域，随时呢要对伊朗本土还有周边代理人据点去发动饱和空袭。好，所以这个阵仗这么的大，但是美军自己也是有伤亡的啊。来看到五角大厦声称伊朗对约旦发动一连串的弹道飞弹以及无人机攻击，结果就造成了2名美军阵亡，还有1人失联，4人受伤送医。但是之前伊朗袭击美军酿成了6死的内幕，竟然被发现其实是指挥官去逃命了哦，所以士兵呢，非常的可怜，待在原地。被这个伊朗给攻击吗？好，那是之前伊朗的无人机突袭科威特这个西艾巴港据点的时候呢，造成6名美军死亡的事件。那华邮现在就指出啦，就是因为你指挥官弃部署逃命，才会造成这样的惨况。好，那伊朗除了要去杀美军之外呢，现在又传言说要来暗杀川普吗？这个是伊朗国家通讯社公开发布在哪里杀川普的一个影片，宣称他们掌握了川普的活动路线、美国的维安漏洞，甚至高喊说敬请期待，我们将比现在更接近目标。但是呢，这个影片现在已经被删掉了。其实川普是不是现在不仅仅是伊朗，还是全球公敌了呢？我们来看到《卫报》的外交事务评论员就说了说川普有一个个性那就是自恋，让他成为了全球的头号敌人他是美伊战争再度陷入无法控制的升级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个人就是一个具备毁灭性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川普的个性不止毁灭了世界，甚至也可能自毁美国。我们来看到呢，因为他之前承诺要投入1750亿美元，要来启动什么金色穹顶的飞弹防御系统嘛但是呢，负责该计划的将军估了之后发现这个成本是1850亿美元，但是国会预算办公室表示，未来20年的总成本会达到1.2兆美元，简直就是个天价那预算办公室就解释啦，说这个估算结果存在这么大的巨大差异呢，就是因为五角大厦对于其计划部署的内容提供的细节少之又少，以至于按照目前描绘的方式呢，根本就没有办法去估算出这个系统的长期成本有多少但是这有没有可能是五角大厦故意的呢？不让你清楚，就不知道我到底要花多少钱了但是我们来看到其实不仅仅是这个国防的预算很吃紧包括稀土的方面呢，也是一样被中国给掐住这个《金融时报》的报道说中国的氧化铀报价为每公斤7.88美元，欧洲市场已经攀升至每公斤1175美元了，价差竟然高达了150倍耶！那半导体供应链的供应商也说啦，说这个铀供应是一个致命的瓶颈，它是甚至呢用在雷达系统的，还有这个用在热成像系统的等等的必要的这个关键金属呢，也都是受到了出口限制。现在对于西方的半导体 AI 还有电动车国防产业都已经造成冲击了。好，没有稀土可以吗？显然是不行。但是川普呢，现在还是选择去骂中国借选啦。甚至呢，这个民主党的这个众议员也说啦，说川普现在就是利用中国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借此来破坏这个和控制选举而非提出有意义的国安关切那对于川普说这个中国借选，北京方面又是怎么处理的呢？他们冷处理啦这个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说，这个美方的说法早就被证明是无稽之谈了敦促其反省，多自省一点多做一些对中美关系有利的事情。那白宫也发声明说，迎接习近平9月圣纳国事访美计划正在
飞速的进行哦，也就是说呢，现在这个介选说啊，似乎是不影响习近平访问白宫的哦。但是啊，川普才刚刚骂完介选，结果现在又说要一起来办世足赛，什么意思呢？来听一下。But Johnny also had another idea. He said we could do i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for next time. We do them China, United States, so you have a nice short flight in between games. You know, the players would love that. 好，你要确定跟中国一起办世足赛，你这是在挑衅还是在释出善意呢？好，我们先来请教张将军。美伊战争现在陷入这个，我认为有点像这个中东的第二个阿富汗战争。美国的阿富汗战争打，结果这个草草收场，草草退兵。结果让那个塔利班政权把整个阿富汗都拿去了。那现在这个伊朗战争也是，那美国不求胜，在这两个航母打击群呢，有战略威慑力，但是却没有办法发挥战术上的效果，因为你没有进行地面作战，伊朗会屈服吗？不会屈服。他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轰炸伊朗的重要的军事据点，问题是你没有进行地面作战，他很快就调整部署，又恢复战力了。那美军所为何？那并没有真正达成战略目标啊。那真正战争要达成战略目标，而不是达成战术上面的一个成果。现在就战术要去支撑成果啊，结果战术是没有办法支撑战略。那你这样的话，整个的我们讲的这个作战指挥轴线跟它的作战目的的轴线就变了卦，现在就变成这个状况。第二个，美军很怕牺牲，打仗不要怕牺牲，打仗都怕死怕牺牲，那还打什么仗？那就不要打仗。美军现在变成这个这会变成作茧自缚，放不开。我怕牺牲，那你怕牺牲，那就不要打。最好不要打，也就不会有牺牲啦。那既然要打，那打就大家不要怕，大家来说哈，大家来 all in 来达成他的战略目标嘛。所以美军在这一方面，他就变成自缚手脚，没有办法发挥他的最大的战力。所以这个伊朗战争呢陷入泥淖，要伊朗放弃核武的研究研发或者是生产制造，也没办法达成嘛。你光靠轰炸并没有办法实际上摧毁在这个山洞里面的这些核设施或者是提炼的设备，你没办法达成一个重大的破坏。你是光靠空中轰炸，那没有办法，你能够把山炸平吗？不可能的事情嘛。山是多大的土堆啊，怎么去炸平？用核武都没办法把山炸平，何况是这种传统的武器，更是效果有限，事倍功半啊。那我们先来看这个航空母舰的，在这一次战争中，我认为没有发挥到非常大的一些效果。为什么？因为伊朗它的体量太大了，国土面积太大，你能够达成能够深入多少的伊朗的内部有限，因为你要怕牺牲，你只能在伊朗的南部做一些军事上据点的摧毁，但是没办法，那伊朗的中部、伊朗的北部还有伊朗的东部，它的战略的腹地太大，美国没有办法达成它的战略效果，所以变成美国反而是变成走到了一个我们讲到的一个死胡同，一个没办法伸展开来，所以我认为有的拖，那你是不是会变成中东的阿富汗战争呢？我认为这有的观察。所以现在美伊的僵局啊，是不是很大一个因素，真的就是如这个学者所说的，就是因为川普的自恋性格导致的呢？请教介大使。对，川普自恋性格，他从来没有道歉过、认错过，而且他都做的事情都很伟大。别人认为是彻底的失败，是一个灾难，他都认为是一大成功，这对美国的极大的贡献。那美国现在这个不管是实际的这个力量，跟他的软实力，所有的学者跟各国都认为已经受到极大的伤害了。那个等于说快要崩盘的情况。可川普他还说，美国正在接近一个盛世，好像要罗马帝国现在要统治世界的感觉。所以他的很多认知跟大部分人都不太一样。那所以这种人格，就人家说这是典型自恋人格，对。他觉得自己做任何事都是香的，都是美的，都是成功的。那不过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一个人啊，千夫难指啊，那千夫所指啊，无疾而终。他现在正在累积啊，人家对他的不信任，包括美国国内的。所以这次他在他的这个演说，
里面特别提到中国大陆啊有介选的这个情况啊，其实这个演说不是针对中国大陆的，它基本上它要怎么样？要改革美国的选举制度的，它要把美国现有的选举制度呢来重新的怎么样来调整？因为他2020选输的时候，他就认为是美国别人怎么样作弊，认为现在的制度选举制度是漏洞百出啊，然后呢很多作弊的情况，所以要他改革。可是民主党的这个众议员就一举道破了，他说事实上他的演说里面提到中国大陆什么介选啊，他说他其实是在利用中国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那他的政治目的呢，他要破坏和控制选举，那把这个选举法把它改变以后，就对川普有利。然后呢，并他说他提出这些有关中国大陆跟这个国安的关切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只是在利用。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中国大陆也很了解啊，所以根本就没有强烈的回应啊，所以只是由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那么做了一个答复而已。所以川普就是说，他最有趣的事情就是说，他搞的都是阳谋，他搞的这些游戏啊，看起来啊，这些连3岁小孩都可以知道他在玩什么把戏。我觉得这个美国出这样缺乏城府的总统啊，我觉得真的也是让人真的相当的吃惊啊。还有现在就是说，现在这个中国大陆管制稀土以后啊，真的造成全世界的，尤其制造业的恐慌。你说你要知道这个氧化乙啊，现在在这个欧洲市场要1175块美金1公斤，会这么贵，因为它用途实在太广了。你那些激光，你那些发光的，你需要这些做这些显示材料的部分都需要乙这样一个特殊的金属，而且在这个晶片制造过程的这个所谓的光刻胶里面，乙也是绝对无法或缺的一个成分。所以中国大陆这一次的这个对于稀土的管制真的让这个欧洲、美国、日本产业界那么吃足了苦头。没错。好，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彬哥。美国现在在中东就是歹戏拖棚啊，那他就像刚刚将军讲的，他并没有想要全力求胜的打算，他只想赶快做个了断。那可是问题是，他一旦存有这种心态，他就没有办法用他最强大的力量去打击伊朗。那他如果没有做这种准备的话，他其实他自己心里也有数，他就没有办法消灭伊朗。那没有办法消灭伊朗，就只能持续这样拖。你时间拖得越久，你的伤亡就会越大，你的损失就会越多。那美国国内民众的情绪恐怕就会更糟。所以我觉得现在川普就是他一直想要得到一个体面的表面的胜利，就准备走人。可是偏偏伊朗就不让他如愿，所以他就只好一直僵持在这个地方。那问题是伊朗他现在发布说他有刺杀川普的计划，可是又马上撤回去。我觉得撤回去是对。我想伊朗内部只要稍微有点脑袋的人也很清楚，这个时候去杀川普对他是绝对不利。因为川普这个人在不是对伊朗很好吗？现在反而完全都中了伊朗的计策。你把川普干掉了，对你反而不好。他如果换来一个更精明的，伊朗还活得下去吗？所以我觉得伊朗也应该不会去干这种傻事啊。那更何况现在川普其实表面上他好像是在让美国再次伟大，可是实际上他根本就在恶搞美国。我觉得他乱搞一通。比如说他这个金琼计划，说真的，他这一招不知道是不是吃到民进党的口水。你一个弄了这如此惊人的、费用如此高的这样一个计划，结果完全没有细节。那请问一下，完全没有细节，请问你到底要做什么？你到底要怎么样去达成你的目标？就这不是完全跟民进党一样吗？就是希望国会开一张空白支票给他，然后让他乱搞。所以我觉得以美国不是台湾美国人不会让川普这样乱搞。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计划恐怕到最后会胎死腹中，根本就做不下去。那至于说稀土的问题，现在之前各国可能还有一些库存这些东西，他们还可以撑。可是现在时间一久，问题就出现，很多产业恐怕都要停摆。那日本即使你看前一阵子高市早苗到全世界各地去找稀土，去跟澳洲签约去跟什么国家合作可是问题在于，这些都不是短期之内能够生产出来的事情。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樊启明。我们现在介绍这一节的来宾，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启明好，各位朋友好。国际政治学者，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刘老师。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律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这节先来关心就是我们要提前退伍的这些官兵是不是越来越多？因为今天有一篇报道，有超过4000名的志愿役，他宁愿赔钱也要提前退伍，而且这个赔偿金额是非常非常的高，已经高达接近了10亿哦。最主要是目前因为我们的国军面临了兵员短缺，可是呢还是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状况，就是他宁愿提前退伍，然后他去付那个赔偿金，也不愿意留营，可能跟我们目前的勤务变得非常非常的重，有直接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关系。总共赔偿的金额有将近10亿，甚至有人要一次赔2000万这个就是表示他一定要退伍，他就是不想留在军中，宁愿赔钱。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我们现在持续的进行所谓城市韧性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演练NCC 最新的在8月中会在北部跟中部的各城市来进行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操演。这个操演的一个模拟想定的一个状况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手机没有办法联网，我们不能上网，可能顶多就是打电话或是传简讯，可是不能联网。这样的一个消息出来，大家就提出了一些质疑跟讨论。第一个，包括南部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只有北部跟中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科技立委国民党的，他是说全世界都在想办法要避免断网，台湾却是在练习这个断网，这是个很奇怪的一个状况因为这个如果他提出了一些说法世界各国正在进行要增加不易断网的一些网络设备，像是低轨卫星，我们却反其道而行。我们应该做的是应该要把出现了这个海底电缆断掉了以后，要怎么去切换？基地台断了，要怎么样进行漫游？还有一些相关要恢复网络的一些做法，而不是去演练想定一些状况是让我们没有办法上网。另一方面，我们来看看日本日本这边是不是就不演了？小泉进次郎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就拿出了一些欧洲的一些政策或者一些做法，来提出了一些呼吁，表达一些态度。他说，日本必须毫无禁忌的讨论要推进核子政策，完全就不演了吗？另一方面可以看到，这是在熊本NHK 的报道，因为熊本的一个他们的一个部队的基地里面要部署长程飞弹，这个长程飞弹是25式的地对舰飞弹，射程是1000公里主要是攻击对方的基地的一些反击能力来使用。可是问题来了，因为他没有跟当地的民众进行相关的一些沟通，引起民众很大的一些反弹现在也在当地引起很大的一些纷扰。另一方面，日俄则是对于日本提出了一些警告。我们先来看看俄罗斯主要是因为俄罗斯包括了日本跟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有进行相关的一些合作。俄罗斯的副外长就提出警告，是说如果要恢复对话，必须彻底放弃这一路线，就是跟乌克兰进行相关的一些合作。另一方面，最近在网络上一直在讨论的就是中俄海上的这个联合操演，进行后续的一些巡航的演练，有3型的神盾战舰。很罕见的同台，包括了055，包括052，还有俄罗斯的新的护卫舰同时出现根据军事专家的一个说法，这形成了一个大中小的一个组合，可以提升包括了这个防空、反潜还有远程火力的这个打击这个形成了一个联合编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式，战力明显加强。而另一方面，除了北边的有联合巡航的这个操演之外，在解放军的南海也有进行密集的这个演练，它主要是进行包括中国大陆南大门的进行这个战备值守。这次的演习有分成2个特点，第一个，它的时间比较长，有长达大概7天这样的一个时间。另一方面呢，这次军事训练分成2个阶段，2片海域来进行展开，都在这个海南省的这个文昌市附近的一个海域，在南海进行保护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样一个海军的这样子的一个任务。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解放军他们现在整个装备的一个生产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被形容是在下饺子。现在被发现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建构的一个应该是一个船舰它的这个长是270公尺，现在被专家研判很可能是要为这个大陆的航母编队打造一个全球最大一个怪兽级的这个补给舰因为它长是270公尺，宽是37公尺
酷似放大版的9洞1型的这个补给舰，它相关的一些构型跟这个海上加油跟补充物资的海军这个舰艇的配备是相当的一致，因此呢被认为是不是有一个怪兽级的补给舰。另一方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核潜舰的这个部分。大陆方面可以说是这个新建的是越来越快，到目前为止，今年年初到现在短短6个月，已经下水了5艘的核攻击潜舰，这个已经创下了大陆方面北京的一个记录。相较于这个大陆方面的加速的进行呢，美国方面则是速度越来越慢，而且到现在它使用了25艘的潜舰。潜舰目前都已经超过了30年，甚至有8艘潜舰，它的机龄是已经超过了45岁，这个是非常非常的老旧。我们请永明老师。我现在一直认为整个第一岛链从日本、台湾到菲律宾，从东海、台海到南海，似乎我们要把它连成一个叫做代理战争线。我们不断的在演练战争，却不去加强对话，也就是你不断的在想象冲突战争的发生，你如何因应，如何部署，增加部署，而你不去推动对话，然后管控、避战、维持，就是这个和平的情势，避战。那日本就是这样情况。我2个礼拜前在早稻田，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的校园，那个时候日本大学还在上课的。它整个校园中间就一个很大的看板、海报，只有它一个，反对战争，反对修宪。我看了，我觉得哇，日本的年轻人还是有那个道德勇气，学术界也还是，即使是整个社会的氛围、政治的氛围、媒体的氛围这么大的压力，他们还是把这个东西放出来。那现在你看到，连小泉进次郎，日本的防卫大臣。其实差不多去年年底的时候，他甚至都说反对修改非核三原则，结果他现在是完全转变，加速，要加速的讨论日本走向核武化，不要有任何的政治的禁忌。什么政治禁忌？你是自己本身宪法的规定，到你相关的安保3法的非核三原则，你现在完全要拿掉，满足什么呢？满足日本右翼的安全感，满足美国要求你加强部署、加强成为代理战争线，成为副警长，但是你会造成整个区域的战略的这种动荡。我就3个问题了：第一个，日本会不会发展核武？第二个，它发展核武会有什么代价？第3个，你这种长程的攻击的武器真的带来更安全吗？各位，日本发展核武，我个人认为短期内极其困难，但是它的技术门槛无限制的接近了。短期内极其困难是因为什么？因为日本本来就是 NPT， 就是核不扩散的参与国，而且被认为是模范国。你也唯一的一个国家遭受过原子弹的攻击，你宪法也禁止，国民的和平主义也还是很深厚。但是现在选出来的高市早苗所代表的政治圈，你整个走向右翼化。那因为美国的压力，希望美国自己本身其实在从第一岛链减少部署啊，所以他要你顶在前面嘛。因此这样子的情况，它在技术层面，因为日本是一个核能电厂发展非常先进的国家，它拥有的这个钚金属钚的数量足以制造数百枚、上千枚核弹头，而且它也有固态燃料的这个火箭技术，所以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转换发展核主武器。它不用再进口，它自己它不用再进口，本身就有，它自己就做的可以，它不用什么去开发什么浓缩铀啊之类，不用，因为它有那个更先进的钚。但是呢，它真的会走上这条路吗？在短期内，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因为什么代价呢？第一个代价，你不要认为美国会同意你发展核武哦，是美国不会同意他的军事同盟发展核武，因为你一旦发展核武，你就跟他同盟关系就会变。第二个，整个区域就会变成极度的不稳定。这个过程不是说你今天决定，明天就展示核武，你再怎么短，总是会有几个月的时间，这几个月会非常的危险，国际的监督的组织都看得出来。然后呢，
当然最重要的是你会面临到整个的制裁，国际社会会制裁你，你要成为另外一个北韩吗？你要成为另外一个伊朗吗？所以我说短期内极其不可能，但是它的技术是非常无限制的这个接近。那因此我是觉得你现在在发展所谓的攻击性的武器的时候呢，其实一样，你从日本右翼的视角感觉上我也有跟北韩跟中国对等的，你才1000公里耶，人家试射都13000公里了，对不对？极音速飞弹都已经是这个多少排了，同时你在战略层面你影响到整个区域的不稳定，当然你会造成台湾、菲律宾、澳洲跟着你那边摇旗呐喊，所以就造成使得第一岛链，我认为真的越来越接近代理战争线。是刘老师，你怎么看日本最近的态度？对，当然这个日本态度，当然说从他的整个外交啊，从就是刚刚有明兄也谈到，高市长要上来，他的外交的整个的非常强硬啊。但是我现在更看的是一个什么呢？是看的是刚刚这一些的军事新闻的后面这新闻，你说呢？日本人他不想打仗，就是台湾也不想打仗，对不对？所以还有很多年轻人说我宁可不打仗，我赔钱不打仗啊。但是我想看他后面是什么呢？后面是无人机啊。那无人机呢？你说俄国就警告说，哎呀，你跟那个日本，他跟乌克兰啊，那日本在这个乌克兰上，他是跟乌克兰的无人机。可是我从无人机这边再往后看，你晓得无人机的东西出来，当然第一个，你当然说是战争形势改变，对不对？啊，那科技的情况改变。但是你晓得无人机出来，它会带来的人的因素，所以人的因素呢，钱的因素，所以发展无人机可能有人中间 A 钱啊，这是一个。但是更重要的是，如果观众朋友特别注意到这个礼拜的新闻的话，泽伦斯基内阁改组嘛，是内阁改组的换掉了谁？换掉国防部长是换掉。那国防部长今年1月才上来，你说费多罗夫才35岁，他是本来干嘛？他本来就是推无人机推手嘛，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哈，有无人机出来，就会有一批新的武器，对不对？那新的武器出来，后面就会有新的武器带来一批新的人，那新的人、新的战略思维就会和旧的这些军人中间会擦撞，所以他就会有新的所以他这个国防部长他本来就是数位转型部长出身。当然，他引进了马斯克，引进什么？那我现在怎么样的无人机？所以我们就看到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得很好啊。但好，一方面你看到乌克兰到台湾来推销他的无人机技术，然后一方面呢，所以俄国才会紧张啊。哎呀，你的无人机里面是不是有跟日本是怎么合作？警告日本，对不对？可是你从反过来讲，那是因为他的国防部长推得很好，所以他跟旧的一些作战的思维、旧的军中的发生碰撞嘛。所以，所以要讲说，就是一个新的年轻世代的国防部长跟后苏联时代的一些军人，他们中间的一些关系发生冲突。所以这后来泽伦斯基改革就说啊，这么改革就把那国防部长换掉了，换掉，当然在乌克兰很多人跳起来啊，说这个很有功劳啊，怎么到时候你把它换掉了呢？啊，换掉，所以各位要晓得，任何东西新的武器出来，就会有新的预算分配，新的预算分配出来，就会有带来新的人会冒出来，那新的人冒出来和旧的思维中间就会碰撞。那你说，而且乌克兰这个事情不是因为说打仗的时候，我政治内斗就没有了。你看乌克兰一打仗了以后，结果呢，贪的人很多嘛。所以你看俄乌战争打多久？其实乌克兰在贪，俄罗斯这边也贪得一塌糊涂啊。所以俄罗斯的国防部长也换了，乌克兰的国防部长也换了好几次嘛，对不对？所以凡是有战争新的武器出来，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国防预算我们要把关要抓紧一点？不是不发展无人机，而是说那钱不能乱用嘛。各国钱，你的前车之鉴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所以每一个事情，军事后面一定是有人，啊，不管是你说部署当地的人反对，像熊本的反对你要部署这些武器啊什么的，所以人、军事和钱这三个是连在一起。我们这样看才能看到它整个全貌。是，舰长，我想要比较好奇的是，您职业军人出身哦，你怎么看现在这个职业军人宁愿提前退伍，宁愿赔钱，也不愿意待在部队里面？这个我们要对比啊。前一段时间中研院一位学者所做的研究，他说有88%的国人愿意上战场，可是呢，我们看到有这个4000的志愿役的人员竟然不愿意继续的维持他这个黄金年龄所付出来的这一个时间的代价，然后他不愿意做。那因为现在接了太多的新装备，然后这些新装备呢，那实际上来讲，你的这一个
你的编配比又不足，也就变成我原来，例如说我当初志愿就是进来做这个操纵无人机的飞手，结果呢，你现在说飞手你要兼着去学 HIMARS， 那好，那两边都一起跑，那而且呢有很多东西啊，那如果说当初的设计它没有完成翻译的话，那你还要来翻译，那翻译呢每个人翻译的角度又不一样，那要实际测试那就出问题，所以大家不愿意，那是这个部分。那至于说有的赔偿金额比较高的，那应该是军医管道的，那个是另外一段啊。那如果我们讲到说有关于现在要进行断网的部分呢，其实断网这个部分，也就是刚刚那个刘碧荣老师特别讲到有关于无人机的部分。刚刚如果我们讲到无人机的部分，你一定要想到你的无人机怎么导控啊？那你无人机的导控，你不是就要用低轨卫星啊？那我们台湾之前用的低轨卫星是什么？我们台湾用的低轨卫星啊，其实是 OneWeb。那 OneWeb 它实际上它的卫星只有多少？它只有654颗啊。那对比我们看到 Starlink， 它有10302颗。那如果我们从这一个以及我们这边看到的是SpaceX， 那如果说我们看到 OneWeb， 你从它的这个密度你就知道差很多。那当初很多人讲了一大堆的理由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我们看到当时的这一个民进党立委沈伯洋啊，他说：“哎呀，我们应该跟这个英国签约，跟美国交涉，然后绑在一起。”这是2023年的新闻，已经过了3年了。我们有什么样的进步呢？我们的进步也就是中华电信好不容易现在看起来有样子，要跟 Starlink 签约了。那我们来看啊，如果那个 Starlink 是这么样的先进，那我们当初为什么要选择 OneWeb 呢？ OneWeb 其实是给北欧以及无眼联盟用的啊。那这个也就是它距离台湾最近的一颗星在日本，不然就是在关岛，还有就是在泰国。那这一些怎么连回台湾呢？还是一样用海缆嘛？那如果用海缆的话，海缆断了一样完蛋啊。所以这个就是我在延伸刚刚刘老师讲的，这个就会有人的问题出现了。那如果你一开始你就是要使用低轨卫星的 Starlink 的话，那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是用 Starlink 呢？你为什么要跑 OneWeb 这条路呢？那至于说我们台湾对于很多事情只看表面，例如说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这一型的这一个补给舰啊，这个补给舰现在大家的预估啊，那也就是这一艘啊，预估是65000吨，那真的是有史以来最大。我们讲到说那个901综合补给舰啊，它也不过是我们讲到的48000吨，那现在用的最多的903A 的综合补给舰是23400吨，那也就是它一艘抵3艘。它为什么一艘抵3艘？大家说，哎呀，因为解放军所有的航空母舰现在都是使用这一个传统动力，所以它需要。但是不要忘了，战机也需要。而且大家认为说，有人说法是，如果打仗，我们就先打这个补给舰。我跟大家报告。补给舰它的位置永远是在跟航空母舰一样，是整个航空母舰打击群最重要的部位，所以我们这样讲啊，它是不会被打到的。只是它那个解放军的思维跟美军是不一样的，美军是它到处都有这一个布有这一个加油舰、补给舰，然后你需要你就过去加油。可是对于解放军来讲不是，它是跟着那个编队一起行动，所以它需要这么大的吨位的一个补给舰。好，美国遇到了非常非常多的问题，我们现在关心的就是美国跟伊朗之间的一些最新战事的发展。最新的发展是美军已经连8轰了，现在已经进行连续第8天晚上来进行这个攻击伊朗。这是美国中央司令部的相关的一些说明，是说现在奉川普之命开始对于伊朗展现了一个新一波的这个空袭，整个空袭已经进行了第8天的这个晚上持续的攻击当中。而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影片的一些公布，这个是川普的这个顾问，他发布了一个影片，影片的内容呢是一架 B2 的这个轰炸机，它由美国 F-22的战斗机来进行相关的护航，而背景的音乐大家可以听到是这个帕华洛蒂所演唱的这个经典歌曲《今夜
无人入睡用这样子一个歌曲，是不是暗示美军对于这个伊朗方面的一个威胁或是攻击力道是越来越强这个目前为止，包括了 B2 轰炸机，包括了这个 F-22来进行护航，有这样子的一个影片的一个公布。而另一方面，美媒也报道现在美军有进行2个方向的一个观察面向，第一个是进行这个大规模的一个增援五角大厦是加紧向中东地区要增派，包括了 F-16跟 F-35战机这个包括了在中东方面有进行空军的一些相关的部署，包括 F-16跟 F-35隐形战机。而另一方面呢，战术上面似乎也出现了一些调整。从画面上可以看到，按照美国福斯的一些报道，美军现在针对伊朗它最大的港口，在进行这个周边桥梁的攻击，还有道路来进行系统型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攻击。这个港口它是位在荷姆兹海峡，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军事枢纽。因此呢，是不是有一些战术上面的一些调整？有一些战术分析表示呢，华盛顿准备从局部的打击，要扩大变成大规模的空中的一些战役的进行攻击，直接聚焦针对这个伊朗核心的这个经济基础设施进行一个战场上的一些打击，在战术上也提出了相关的一些改变。另一方面，我们来看看伊朗这边的反击伊朗反击就是纳斯尔的2，它现在进行了第20波的这个反击，包括了各式各样的导弹，还有无人机。它主要是针对了3个国家，就是海湾的3个国家的美军的目标来进行相关的一些攻击。这是最新公布的画面美军已经证实，其中最惨的就是约旦约旦的遭到了伊朗的袭击，他也承认已经造成了2死4伤，还有1人失踪。从画面上可以看到，还有大量的这个无人机，还有黑鹰直升机也受到非常严重的一个摧毁。那这个伊朗的最高领袖这个穆吉塔巴，他则是批评当时签的这个 MOU， 川普的签字是毫无意义，全无可信度，因此他们要全面来进行相关的一些推翻那另一方面，我们再来看到这个美媒也对于伊朗方面的一些战术的一些目前的战力也提出了一些评估他是说，因为现在约旦美国基地已经5天遭到4次袭击，主要还是显示呢，伊朗方面的这个导弹的数量是非常非常的充足，可以每天连续的来进行后续的一些攻击。而伊朗方面还公布了一个这个影片，这个影片呢是说要去哪里杀川普Where to kill Trump 这样的一个影片，声称他已经掌握了川普车队的一些路径跟他的一些维安上的一些漏洞，甚至扬言他可能会在特定的地点有机会来接近川普。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海湾战事持续的这个发展当中，美国的这些媒体人他们也觉得这个川普在乱搞了半天，打了半天，礼物却是送给了中国。中国几乎到现在没有开一枪，却推动了一些长期战略的目标都已经加速实现，成为了这次战事最大的一个受益者。而另一方面，这些海湾的一些国家，它除了持续的要跟美国进行合作，也尝试要跟伊朗进行对话，甚至也要加强对中国的相关的一些合作。我们请永明老师。各位，从2月28号美国以色列开始在轰炸伊朗的时候，那一天把49位伊朗的高层给炸死，一直到4月7号停火，然后呢6月17号进行到瑞士的和谈，所以2月28号到4月6号，美国跟以色列其实已经连续炸了伊朗38天，光是美国这方面已经超过15000个目标，军事的、民生设施的都有，造成伊朗3000多人死亡，中间包含175位小学女学生。然后呢6月17号之后的这个和谈3个礼拜，其实一下子油价就恢复到战前的这种情况，因为油价一度在中间高达到120，后来一直维持在90几块。那可是呢，从7月初开始，现在是第8波了吧？然后到目前为止，油价一直当然变高一点，在多少呢？84块。我的感觉现在国际油价慢慢跟你还蛮稳定的，美国的轰炸有一点在脱钩啊。当然，随时还会受影响。可是大家都基本上连油价都看穿你的川普的伎俩，是你的轰炸没有办法达到战略目标嘛？你没有办法让伊朗屈服。反方面，伊朗反而是很精准的轰炸在约旦的基地。为什么约旦基地变得这么关键呢？因为
过去这一段时间到4月7号之前，整个海湾地区的美军的基地、海军的、空军的，其实被这个炸了一遍之后，很多美国的这个设施、人员、飞机就后退到伊朗，后退到约旦，是到约旦这边来，而约旦这边起飞去轰炸伊朗，不用空中加油，所以呢，你就看到，就是现在约旦变成很重要的这个转折。可是呢，伊朗这边连续几天这么精准的轰炸，就表示什么？飞弹也足够，无人机也足够，所以你现在是想要跟伊朗玩这个消耗战，我不知道谁在真正被消耗。美国这边其实因为它东西比较贵，是，而且海湾国家越来越受不了。如果说今天你不发动这个攻击，真的合约签下来，我觉得海湾国家跟美国重新恢复军事安全合作关系是必然的。现在这些海湾国家真的是你把人家都打跑了，原来花大钱想要买安全，结果被你害的这个整个油也出不去，然后呢国家也被炸。那接下来你还想要在我这边设军事基地吗？我觉得他们可能会三思。那另外一方面，同时你造成国际能源的这个变动，那现在你知道吗？在中东地区那个比亚迪BYD 卖的最好，很受欢迎。新能源车在全世界现在都卖的最好，为什么？因为能源的价格太不确定，地缘政治影响到国际的能源，当然你就影响到国际的贸易跟商品，因此你就看到，那这个对谁有帮助？所以他说，美国现在越来越多美国人美国的学者、美国的媒体，我觉得好像其实都在帮中国讲话，蛮奇特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到这个现实，其实他们主要是对川普太不满，这个人太不可思议、不确定，而且太这个就是他自己情绪化，所以你就看到现在美国呢不知道怎么下车，在这个伊朗的问题上，我觉得川普其实你要知道，你的战略目标无法达成，赶快再回到谈判桌吧。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讨论。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节我们请舰长。我们看到有关于那个美国透过各种的一个管道来宣达它的一个国力我们看到 B2、B 那个 F-22、F-35，然后到 F-16那感觉上伊朗就要被打烂了。可是伊朗所采取的一直是所谓的不对称的战争所以你有这么多战机没用我们现在看到的，也就是最新我们看到在巴林或者是约旦，他们所遭受的这一些集束炸弹的攻击那其实这个集束炸弹攻击，那它的命中，它的这个精确度不需要太准，但是呢，它造成的攻击面非常广。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前几天我们还看到了这同样的伊朗也是攻击了这一个美军的基地，那这个基地是做什么？这基地也就是专门发射陆军那个战术飞弹的，也就是海马斯的地方所以海马斯的这种武器运用其实我们透过这个伊朗跟美国这次的战争，我们其实看到了非常多的一个启示以及教训不是我们想象的，只要在那个预备阵地把它架起来直接发射就可以了。并不是这个样子那为什么伊朗可以打得这么准呢？那他到底是做了哪些功课呢？我们要想一想那至于说有关于我们刚刚讲的那个高大上的编队为什么一直他都打的都是这个伊朗的有关于滨海的这个部分，或者是我们看到这一个霍姆兹海峡的部分？因为实际上来讲，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它的无人机以及它的一个预警机，其实遭受一定程度的攻击，所以它没有办法深入这一个有关于伊朗的内陆，然后进行直管，那就变成这一些我们刚刚看到那个高大上编组它也只能够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攻击。可是现在的问题出在那个美国找了这个沙烏地阿拉伯，那伊朗找了这个胡塞组织，那未来是不是曼德海峡也不保了？我们继续观察。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讨论。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最后我们来请刘老师。对，我们刚刚在谈了半天呢，你说在战争打到陷入泥淖之中啊，那好像美国也完全没有办法主导战争的方向，所以为什么才有这个我们刚刚在新闻提要上面看到美国的这个媒体人 Zakaria， 他是讲啊 Zakaria 他讲说，哎，结果搞半天是中国赢啊。那么他的这个文章里面，他讲中国赢什么啊？你说中国赢了什么？他基本上讲了3个了。他的第一个呢，是一个对美国减少依赖的中东。这没有减少依赖，也就是说呢，中国并没有想说啊，那今天我取代美国，我来做中东的保护者，那得花多少钱，花多少兵力，对不对？所以他没有，他是说是对美国减少依赖的中东啊，就减少依赖。然后第二个呢，他就讲说，中国得到的世界更依赖中国的关键科技。关键技术，你说这次这个，比如中国有电力啊，你说为什么油价这个石油受到影响？那中国的油价没有上来呢？因为他们减少对石油的依赖，那他就要靠电力啊，那中国关键电力。第3个呢，就是北京的声望。